第17回内容讲述了谭长真与顾玉峰之间的故事。谭长真希望开化顾玉峰，但顾玉峰一开始对道教持怀疑态度，甚至不愿听谭长真的教诲。后来，顾玉峰看到谭长真在寒冷的天气中静坐，开始对他产生敬佩，并希望拜他为师。然而，谭长真发现顾玉峰只是想利用他的供养来获得福德，并不是真心求道。谭长真多次试图离开，但都被顾玉峰阻拦。最后，谭长真巧妙地利用调戏顾玉峰的丫鬟喜红的方式，成功脱身。这段故事展现了谭长真智慧和顾玉峰的心思变化，以及道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。现在，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心境原来要朗明，莫因一事误平生。昔年曾被假人骗，今遇真人认不清。话说，谭长真见顾玉峰有几分善气，意欲开化他。谁知顾玉峰不等他开口，就先说：“道长不必多言，你们那些话我是听厌烦了。即使你说了，我也不信。我是被你们哄怕了，哪有甚修行人？依我看来，竟是狗图衣食之辈。”说罢，进入内去，再不出来。谭长真听了这些话，把道门说得全无道气，有心批正宗风。抬头一望，天色已晚，他就在庄门口打坐。到了天黑时候，那些庄汉催逼他走开，提了一桶冷水，依门口泼湿，将门开了。谭长真见他们如此作恶，便不到他门前去，即于路旁打坐。是夜天又下雪，堆积尺余。天明之时，那些庄汉出来一望，见谭长真坐在露天坝里，周围白雪堆积。奇怪的是，竟然身边毫无片雪，即报与玉峰得知。顾玉峰闻言，亲自出来观看，走进他身边，觉得热气近人，知是有道之事，即请他入内待以客礼，说道：“非我不信道，只因道门无好人。便您老人家这样苦志修行，谁不尊敬？我今愿供养你，就在我家中住下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，我都喜欢。我明日选一个良辰，要拜你老人家为师，不知你老人家可应允否？”谭长真本要开化他，今见他略起信心，犹未大于尽兴，如何不允？于是点头应允。顾玉峰大喜，即命家仆在后面打扫一间房子，即请谭长真入内打坐恭玄，每日斋厨斋饭，供养不缺。又是押发喜红常与谭长真端汤递水，真乃道真得贵，妙理无穷。光阴迅速，经过大半年，不见顾玉峰来求道问埋，揣他心意是好道，并不是学道，欲使人受他供养，替他造福，替他修行，他却享受现成福德。谭长真识破这个机关，便不愿在他家受供养，屡次告辞欲行。顾玉峰苦苦相留，哪里肯放他走，反吩咐家中人等小心看守。故此，谭长真连走几回，都被他们留下来。谭长真因为走不了，便想出一条妙计，必须如此方能走也。少时喜红送茶来，谭长真故意将他手腕捏一把，说：“你这手儿好白净啊，令人爱杀。”喜红脸上泛红，勉强答曰：“白得如漆一般，师父休得取笑。”说毕，便往外走。进到上房，说与顾家娘子得知。这娘子即对丈夫曰：“谭师父调戏我们的丫发，也非正经修行人，可使之去。”顾玉峰闻言不信，说：“这是喜红不耐烦服侍他，故造成这些浮言。”娘子见丈夫如此说，反将喜红骂了几句，喜红不敢再言。过了2日，顾玉峰见喜红与谭长真送徒去，他却跟在后面，窥其动静。果见谭长真挪住喜红的手，笑容可掏，说道：“你这手儿如玉之白，似棉之软，真爱杀人也。”玉峰在外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便要赶他出去。又想他曾屡次欲走，是我再三相留，今又逐他，嫌我不仁，不如写几句话儿贴在壁上，等他看见，他要知去，定自然去。我只吩咐手下的人不必拦挡他，便是好主意。
不表顾玉峰暗里铺摆，又说谭长真次日做到早饭后，不见喜红送茶送水，如是既已用铃，即走出来一望，见门上贴着一张纸帖儿，上写着4句话曰：西风劲夜飞雪花，冷坐蒲团行影斜，休羡今朝手似玉，回思囊兮身如蛙。谭长真看罢，笑了一笑，走进房内，见桌子上有笔墨，取笔在手，复出外来，向他纸贴上也写了4句话。写毕，入内收拾单行，一直跑出堂前，连叫了2声谢，无人答应，径出庄门向南而去。游了2年，时往北还，此事后话不表。又说顾家那些奴仆，因主人曾吩咐谭长真出来不须挡他，请他自去，因此见谭长真出来都各回避，待他走后才报与主人得知。顾玉峰闻言来在后面，见他原纸贴上添了4句话在尾后，你当哪4句？休言雪月与风花，心正起愁形影斜，不说喜红手若玉，此身定作井中蛙。却说顾玉峰见了这4句话，方知谭长真调戏喜红是脱身之计也，嗟叹不已。此话不讲，又表王玉阳自大卫村与众道友分离之后，游到房州地方。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，名崇高，曾做过新安游府，因看淡世情，告职还乡，乐享田园。生平最是好道，见了出家人就如遇亲人一般，管他有修行无修行，都要谈叙一番。他附近有个玉仙观，关内住持也是道家，凡去来僧道常在关里留宿。他曾预先嘱咐关主，凡有修行学好之人，必通知于我。关主应允过了。一天来了一位不僧不道的修行人，自称有道之士，常在人前卖弄神通广大，说他有96岁，曾遇着张三丰数次，又会过吕洞宾几回，达摩是他师傅，祭颠是他良朋，也会做工1、2天不到单。那日来在玉仙观，说了些度人无量的话，关主听了入耳，问他姓名，他言号叫浑然子。关主即引他去见姚老爷，一见面他就说和尚是色中恶鬼，道士是气中魔王，也成不了仙，做不了佛，要像他这个样儿，能把万事看破，一尘不染，才算当真修行，像他习道者要活几百岁。姚松高闻听此言，心中大悦，便拜他为师，留在家中供养。那老儿说话全无避讳，句句鄙薄僧道。其实玉仙观的道人在侧，听见他谈论僧道，心中不服，暗想这老儿好不懂事，我好意推荐他来受供养，他全不顾人颜面，当着我就谤毁僧道，不知但揭房上瓦，且看檐下人。他只图姚老爷尊敬他，却把我们来轻贱，必要另寻一个会打坐的人来，把这老儿鄙薄一番，方遂我心。想罢，即辞了姚老爷，回到关内。过了几日，恰好王玉阳来投宿，关主见他气宇潇洒，必是有道之人，又见他终日打坐，精神爽快，要驳倒那老儿，非此人不可。欲与他说明，恐他不去，心生一计，即对玉阳说：姚老爷家内来了一位大修行人，能生10余日不倒庄，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访他一访，不知道友意下如何？王玉阳闻言甚喜，主与关主同至姚府。门公即境内通传，姚崇高亲自出来迎接，同到客厅待茶。未及言谈，忽见一个白头老人走将进来。王玉阳将他一看，这老人生得粗眉细眼，鼻仰故高，唇齿鲜露，面方耳长，略施几根胡须，头披几根白毛，变个老婆子形。走进来，在上面椅子上坐下。关主即与王玉阳讲，这位老先生便是我对你说的那位大修行人。王玉阳闻言，即上前与他见礼。那老儿昂然不动，把王玉阳全部放在眼里，说：
你这道友，或是栽花，或是插柳。王玉阳茫然不解，未及回答，那老儿又问：你可有了妻室吗？王玉阳只觉他问些俗话，便随口答曰：妻室道有，如今抛别在家内。浑然子呵呵大笑曰：枉自你出家一场，连这几句话都不知。我与你讲，栽花是少年出家，插柳是中年出家。问你有妻室，是严苛得了真阴消息吗？你答我以世俗之语，是不知道也。若再问你怀胎之事，你更不懂。这浑然子当面羞辱人，王玉阳倒不介意，怎经得观主脸上早已失色。王玉阳见观主脸儿羞得通红，不得不辩论几句，大家顾一顾体面，乃笑而问曰：适才老先生言说真阴，这真阴果系何物？又说怀胎，但不知胎从何处而结，所怀者又是何物？浑然子一时答应不出，哑然笑口。玄机不可泄露，岂可与汝轻言？观主见那老儿强言，入他不小，便对王玉阳曰：道友只管讲来，谅他不知，不要问他。但不知王玉阳讲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屡次夸大口，一问答不来。